王一博何其有幸，有这么一群自娱自乐的摩托姐姐们。酷盖的绿海应援是一抹别样的亮色，他们真是粉碎正主，竟然把楼梯改成王一博语录，真是玩出了新花样，这是勇闯天涯。携手王一博的摩托姐姐们一同打造的，在每个台阶上贴着王一博语录，这种方式还挺有意义的。每登上一个台阶，如同跟随着王一博语录，见证着他的成长往上走，一步一个新变化。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王一博，品牌扎堆抛来橄榄枝，当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王一博这个人难得的是，别人喜欢他不只是因为角色，而更多是因为他本人。先不说他的人气与号召力早已跳出常规顶流的范畴，热度常年稳居高位，影响力层层递进，口碑与人气双向扎根，稳稳立于行业公认的顶端之上。抛开外界赋予的标签与热度，他对自我的求索是无止境的。王一博一直在变强，以至于我常有种感觉，这感觉就好似王一博拖着天，不断向上再向上，他从不止步于眼前的成绩，在表演舞台与诸多热爱里潜心打磨，不断探索，始终向着新方向突破。外界划定的天际从不是他的终点，热爱无上限，成长无止境。这2天围绕他的无外乎就是顶流到天了，热度可谓是倍点。然而王一博的顶到天的星光常让人忽略他同样的实际，星光与实际是他的一体两面，且都走到了山顶。他不拍戏不进组，是有了自己的规划，他宁愿不乱拍，也不会辜负自己的热爱。因为王一博说过天地无常，他在乎如今的他是 Z 世代的表率，每一个选择都需要慎重考虑国民星光、硬核实际、商业价值、时尚话语、全破圈影响力，5大维度稳居顶端。论作品，他拍电影实打实扛票房，男主双提，拍电视剧台网双爆，近200轮上星， CVB 收视拉升率年度前3。论舞台，他是天花板统治者，春晚唱跳能引爆线下的翻跳狂潮。论时尚，他5大女刊大满贯顶奢与国民品牌兼具，以自身独特的质感气质赋予品牌生命力，在质量数量与续约率上达成高度统一。内娱一骑绝尘，他的破圈能力更是目前没有可匹敌的。作为赛车手，他能站上领奖台，一次次刷新自己圈速，凭一己之力为赛事带来现象型的破圈和经济效应。论户外，他能把硬核纪录片拓展为个人 IP， 涉足领域无一短板，样样扛打。而论及主流认可公开的大型活动，宣传曲主题曲的聚光灯下总有他的声音。真正的自在是不再被他人定义，能够掌控着自己的节奏，守护热爱，身体力行，践行其中。真正的心境从不在远方，而在于敢于打破常规，开拓出专属人生领地。王一博做到了，在想要问你敢不敢的这个 BGM 下，我终于等到了那个我最想问的人。即将迈入29岁的王一博，已经活过了绝大多数人连想象都未曾触及的人生副本站在他面前，我忍不住想问，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一条攀岩视频下方飘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搜索词，王一博在地球上找什么？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男人的影响力有多后知后觉。他不是在找什么，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和意志重新丈量这颗星球上那些未被驯服的角落。被誉为内娱唯一体育生，他早已不是玩玩而已，他把多项极限运动玩到了专业选手都侧目的水准。一季只播了2集的纪录片就斩获了被称为电视界奥斯卡的泰利奖，这份含金量放在整个内娱都找不到。第2个喀斯特地貌的锋利岩壁上，他徒手寻找支点；热带雨林的潮湿密林中，他像野地侦察兵一样穿梭，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深潭，他穿戴潜水设备，径直下潜无人区的戈壁沙漠，他背着行囊独自徒步至脱离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他在缺氧中完成攀爬零下20度的冰壁，他挥倒凿出上升的每一步。这样的真实极限挑战不需要任何剪辑加持，画面本身就足够让人心跳骤停。而王一博就是那个唯一能让这些画面成立的人。这个男人的权威性体现在一个极其简单的细节上，只要他的极限运动镜头一出来，路人根本不用看水印，不用读文案，一眼就能认出那是王一博。因为内娱没有第2个人会把自己这样真实的扔进荒野和绝壁之中，把热爱和事业融铸在一起，一路向心而行。这件事只有王一博敢做，也只有他做成了。12岁学街舞不到1年就敢报名国内顶级街舞赛事，并且一路杀进 Hip-Hop 组16强，而他还是个没展开的少年13岁，
他敢为了一个还没看见过的未来，独自飞往韩国，在 YG 娱乐严苛到变态的练习生评级体系里，他用实力拿下了全澳评分。回国发展后，他敢在毫无主持经验的情况下站上综艺主持台，敢在女团选秀里当导师，用爱豆时期打磨出的舞台统治力让所有质疑闭嘴。21岁，他已经是无可争议的顶流，在这个流量意味着躺着也能赚钱的黄金年代，他敢主动拆掉自己的舒适区，一头扎进了当时还对他半信半疑的电影圈。他主演的首部文艺敢直接放在全年竞争最惨烈的春节档去硬碰硬。结果呢，几年过去，当别人终于反应过来想要追随他的路径时，他手里已经握住了无名热度，这样既能扛票房又能扛口碑的绝对代表作。再后来，他赶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刻踩下刹车，停下来去探索世界。所有人都以为停更2年等于凉透2年，结果他回来时流量比走的时候还要顶。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诞，当你越不把流量当回事，流量反而越追着你跑。所以你问王一博敢不敢，他大概不会跟你讲什么豪言壮语，他只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我敢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而这句话的可信度不是来自任何采访或通稿，而是来自他12岁到29岁之间每一步都踩在别人不敢踩的那条路上。现在谁还敢动王一博？内娱男星时尚天花板的王座，看看2026年的内娱牌桌，早不知道换了几波人。昔日顶流代言缩水，仓皇退场，唯独王一博稳端食物链的绝对顶端。外人看，他是巴黎秀场压轴登场的经验，是35个全球代言傍身凭一己之力改写奢侈品100年规则的神话可撕开光纤。王一博走上神坛的路根本不是爽文，而是一场长达10几年在至暗深渊里步步泣血的突围战。他的王座全是熬出来的。把时针拨回2018年，在这个拜高踩低的圈子刚崭露头角的他，迎来的全是时尚界傲慢的拒之门外，土味没高级感，嘲弄像淬毒的刀子。同期男星早拿下了奢牌挚友，而王一博想借一套成一，得到的只有冷冰冰的回绝。在资本眼里，唱跳偶像不配触碰高端门槛，换做别人早认命了。但王一博骨子里的狠劲露出了獠牙，借不到高定，自己买整整3年零置换背书，私下无数次用大牌单品自主穿搭，不迎合主流，死磕到底，把清冷古香与品牌气质揉碎了，重新打磨。所以2019年香奈儿抛出橄榄枝时，全网群嘲根本伤不到他分毫，说街舞少年撑不起顶奢，他连反驳都不屑，直接用断层数据叫市场做人。年复巴黎时装周压轴亮相，大秀上身手工坊限定大衣，直接把系列带到，短时间销售额破亿。在绝对的带货转化率面前，偏见连屁都不是。但这还不够让他彻底封神的，是亲手撕碎了奢侈品100年传承的景。品牌他铁律品牌向来王不见王，却为他破例先试，拿下罗意威首位华语男星全球代言，后又再将鳄鱼全球代言收入囊中，至此他一人死死绑定香奈儿、LVMH、Mossfare 3大互相厮杀的巨头。巴黎时装周3场连秀，先锋文艺法式绅士金贵优雅无缝切换，只要他上身1小时内全球售罄，当大多流量还在为大中华区短带沾沾自喜。他手里清一色是全球权限最高 title， 他不是追赶时尚，他就是时尚的度量衡。不过越往深挖，越让人头皮发麻。这摧枯拉朽的战绩背后，压着的是足以逼疯常人的资本枷锁。走红后，他一个人扛起乐华整家上市公司的命脉。2024年，乐华总营收7.65亿，王一博狂揽4.59亿，占比超60%，资本市场直接称其为王一博概念股。稍有不续约传闻，股价立刻闪崩。可谁都没想到，这个扛起大半壁江山的人却被定在不对等的网，拼死挣来的优质资源被内部轻飘飘的倾斜挪用，铺天盖地的全网黑水全靠他一个人咬着牙去硬扛。小股吸髓的高额抽成硬把他压榨成一台没有感情的印钞机，换作是普通人早沦为傀儡。但王一博是一边输出巨额营收麻痹资本，一边在暗处铺设通天大道的执旗者，怎么拿回主权？釜底抽薪，他清醒绕开国内掌控，单枪匹马杀入好莱坞，签下顶级 CAA， 海外商务由 CAA 独立对接。乐华彻底失去国际议价权，国内反击同样是教科书。早在低谷期，他就闷声成立独资工作室，
将一博等所有 IP 商标全品类注册死死捏在手里。更胆寒的是他的商业嗅觉，控股投资企业，自主打造85 Racing 车队 IP 拉来红牛等多方赞助，把爱好做成独立商业闭环。他不靠单一演艺收入谋生活，成了一个抗风险极强的资本矩阵。眼下2026年合约节点攻守彻底易位，他逼得上市公司抛出千万港元股权激励，苦挽留，摇身一变，不再是雇佣艺人，而是手握独立决策权的合伙人。别人靠炒作透支流量，他在空档期去无人区拍极限纪录片，打磨车技，砸出坚不可摧的长期底盘，烫过最脏的水，受过最毒的打，靠清醒与实力杀出血路。如今他左手是三大顶奢打破规则的偏爱右手，是国际顶级经济与自由实业的底牌。现在谁还敢让内娱男星时尚天花板换人王一博站在这？他本身就是永远无法逾越的资本与规则。